大爷，老大爷，怎么在这儿坐着呀？有家属吗？大爷，能听到我说话吗？哪儿不舒服？是哪儿不舒服啊？心脏不舒服是吗？大爷，听到我说话点点头。大爷，值班护士，给我推个车。哎，唐主任，你们组那7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7床，就是江百烈昨天从急诊收的那个老头。我看了检查报告了，已经到了疾病中末期了，根本没法手术。哎呀，现在科室床位紧张，手术的病人站在床里，我想收病人都收不进来啊。这样啊。早安。早，曹主任早。白成叔换了新的羊绒衫了。啊，对，哎呀，可舒服了，尤其是贴身穿，就像人体的第2层皮肤一样。你应该多买几件，这个牌子不错。平时啊，每天换一件呀什么的。我还是喜欢你正常一点，这个颜色有点喜庆。白丽，哎，收了一个新病人。啊，对，昨天在急诊收的。什么情况？他是一个流浪的老者，年龄在70到80之间。我昨天在楼梯角落发现他的时候，他心绞痛发作，心电图提示是 Q 波异常，陈旧性的心梗。啊，这是他心肌酶的检查结果。但是挺麻烦的。什么麻烦？他不记得自己的名字，也不知道自己住什么地方，是一个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一会儿看一下病人，我先换衣服啊。嗯。谁的？哎呀，都是一些虾条啊、薯片什么的，吃了可能容易会变胖的。我正打算就扔掉呢。说的有道理，我帮你扔了。不用麻烦你了。不麻烦，我换衣服啊，马上走。啊。截胡了。哎，吃吧，它可以再丰美一点。处长早。早。上周普外死亡的那个病人，有人看到闹事分子主动和病人家属接触，所以跟保卫处说一声，让他们提高警惕。知道。请进。哎，王工。小李啊，你们欧阳处长来了吗？啊，来了，刚进去。小李啊，没人啊。处长，处长，王工来了。哎，不应该啊。他是不是出去了？那我等一下再来吧。啊，谢谢啊。小李，处长您，那个王工得到了准确的消息，今天他们就要闹，所以通知保卫处让他们准备一下。啊，知道了。哎，那个处长您刚才我一直都在办公室。从超声图上看，病人情况可是不太好，心脏都快跳不动了。哎，一个3无人员，疑似阿尔茨海默病，还说不清楚自己的病史。我估计啊，他以前应该有过多次心梗，但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治疗。而且现在心肌活性很差，心梗的面积又很大，其实做搭桥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张百烈，你怎么看？我不想放弃。其实经过治疗，老伯的情况还是有明显的好转。所以你想继续治疗？嗯，除了对症治疗以外，我想给他做个心肌核素，看看他活性心肌的面积还能不能再做搭桥。小百烈，这个病人的情况，那就按江百烈说的去做。江百烈，哎，这个病人是你收入院的，那这个病人就由你负责。好，
不只是治疗方面，还有跟救助站沟通、协商医疗费的事情，还有病人的情况我们都看见了，卫生的问题，应该有1、2年没有洗澡了吧，味道很重，不要因为它影响同病房的其他病人。这些你都能做到吗？我可以。去开单子吧。谢谢主任。这个病人的情况综合来看实在太不乐观了。小北这太年轻了，也没有经验。重病组在于收治各种危重病人，我有分寸。对了，今天上午手术排了吧？王建科已经把人接走了吧？已经送过去了。那你们先去，我接个电话，马上过来。好，行。喂，刘副院长。啊？现在？好，我马上过来。姐，什么事儿？快点说，我马上上手术。快不了。拜你所赐，我被周林赶出来了。哎，你可别说这话啊！怎么就拜我所赐了？我们俩那些不属实的八卦，人周林早就知道，别往我身上来啊！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我现在看你啊，跟看一男的没区别，而且还是个我讨厌的男的。你真被赶出来了？昨晚在这儿睡的？哎呦，我的天哪！你可别传染我了，我一会儿还要上手术呢。是你把周林拉到医院当志愿者的吧？我都知道了。他干得挺好的，上个月还评为最美志愿者呢。别臭美了，我就是不想让他在医院掺和，让别人说刘副院长老婆爱作秀，我把他志愿者给辞了。没想到他这么的生气，把我赶出来了，还威胁说要离婚。那你找我来是为什么？骂你啊！要不是你多管闲事，我会在这儿过夜吗？我不管。你去跟周林说，我必须得回家，而且必须向我道歉，我可以原谅他。刘峰，你好好用自己脑子想一想，人家周林跟你说出离婚这种字眼了，你以为只是为了辞去一个志愿者的事吗？你自己好好想想，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我跟你说什么好呢？这一次我真的没有时间再替你说话了啊，我得去手术了。哎，你等等，你等等，那是为什么呀？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这么多年都挺好的，他突然这样，我有点懵。你有点懵？那你问我，我也不知道。这事儿你得问当事人，只有周林他自己知道。你应该去问周林。早上没吃饭，刚才在手术台边上我差点让饿晕过去，肚子咕咕的叫。哎，一鸣，我回办公室。你不是饿晕了吗？饭盒在冰箱。对，我饭在冰箱，但是我待会儿想叫个别的外卖，那个还得跟美琪有个视频聊天。我回去了，你们到时候别听我们聊天，跟电灯泡似的，是吧？行，我走了，走了。一起吃吧。好。谢谢你送我的手套，很暖和。啊，你不用谢我，那不是我买的。佳宇，你知道我最怀念的是什么吗？就是我们俩刚开始可以无拘无束聊天的那段日子。即使赵教授回国了，我们起码也是朋友。而现在呢？最近，你好像总是躲着我。我知道，你最近挺累的呀，然后也挺忙的。
我跟你说这些话可能不是时候，但是我不想再这样暧昧不清下去了。我想把话说明白。唐佳宇，我喜欢你。从我看见你第一眼，我就开始喜欢你了。从开始到现在，我一直没变过。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在一起。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你是怎么想？吃饭了吗？还没，我在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一直看你在弄东西，你到底在弄什么呀？能看吗？别人肯定不行，你当然可以。主要我看现在社会上针对先心病慈善基金有很多，而且每个慈善基金侧重点不同，网上有各种消息，真假难辨。所以我就在想，如果能把所有的公益慈善基金直接和心脏中心对接，由我们医护人员事先把它做成表格，然后挂在医院的宣传栏上，这样的话大家就都能看见了。那些担心费用的家长就不会放弃给孩子治疗了，甚至医院应该也不会再发生遗弃孩子的事情了吧？看着我干嘛？我是不是有点不自量力了呀？当然不是。我是在想啊，其实这些问题早就出现了，但是医院里的那些大夫没有一个人想的比你还要周到。我现在只是一个提议，成不成还不知道呢。只要开始做，就有成功的机会。不过这样的事情需要主任处理。所以啊，我先把计划表做好，然后再去找唐主任。老大爷，刚才您换下来那身衣服，咱就不要了啊。等您病治好了，出院的时候，救助站的人会给你准备一身新的衣服，到时候穿上可帅气了。来，坐会。好，怎么样？大爷，一会儿啊，我带你去做一个心肌核素。您放心啊，这个冠脉搭桥呢，很多80岁、90岁的老人都在做，你也不用太担心啊。做完以后，你这个胸口就不会疼了啊。怎么了，大爷？我有一个小孙子，他要是还活着，应该和你一般大。您是想起什么了吗？您记得自己的名字吗？或者家住在哪里？还记得吗？哎呦，没事啊，您慢慢想，不着急。想起来您随时告诉我。哎，走。李教练，吃饭的时候愁眉苦脸，可容易得胃病啊。你不相信？你不知道，外科医生得胃病的概率是其他科室医生的3倍，因为吃饭的时间和次数都随缘，按照现在的说法呢，叫佛系用餐时间。还有啊，这个科学研究表明啊，人类是最接近骆驼的生物，吃一顿顶一天。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孙主任，你这是逗我，没想到您还会开玩笑。
你以为就你们唐主任性格活泼，性格可爱啊？没有，我性格可好了。到底怎么了？我收了一个病人，怀疑是阿尔兹海默病。我就在想，他是什么时候走丢的？怎么走丢的？他肯定有家人吧，肯定也在找他吧。但是他们都不知道，他已经生病了，病得这么严重。江百烈，不要对病人过度同情，这样对你没好处。这道理我都知道，可能是和我姥姥有关系吧，所以我……你姥姥？我姥姥就是阿尔兹海默病，当时病程发展得很快，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记得。我刚上大学那一年，她就走丢了，全家想尽了各种办法去找她，到现在都没找到，也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过得怎么样。我只希望，如果她生病了，能有医生收她入院，给她很好的治疗。处长跟你说的一样，那群人在医院门口那几摊来了。走，看过去。安和医院，草菅人命，还我公道！难道还我钱，还我命！你又来啦？可算来人了，我认识你，安和医院医务处的姚大强，你有什么要求提吧。李家强上周来你们医院切阑尾，就那么吧点手术，人就没了。像这种特大的医疗事故，你们医院是不是该给个说法啊？家属呢也特意委托我们来替他讨个公道。李家强是来我们医院切阑尾，但是突然死亡是因为他脑子里面长了一颗动脉瘤，因为动脉瘤破了导致死亡，这是第三方给的尸检报告结论，确认医院没有责任，家属当时也认可。那是你们医院伪造，是你们医院串通第三方，合伙骗我们的。对，骗你们，骗我们，惩办用意，骗吧。就这数，赔钱啊，我们就走来；不赔呢，我们就天天来。下回来那就是披麻戴孝吹唢呐，一条龙服务了。哎，王工，组长，你们欧阳处长人呢？哎，没来的不巧，我们处长和小李去处理闹事的了。在哪儿闹呢？我告诉你们，姚大强这个人，他跟医院开价80万，闹事提成20%，他个人就要拿走16万。我就想问问，他一天雇你们要多少钱？哎，你们别听他瞎说啊！我可提不了那么多。我向你们保证，这个人拿的只多不少。大伙儿都别听他瞎说，咱们接着喊。喊什么喊？我还没说完呢。安和医院1毛钱都不会给他，所以你们跟着他1毛钱都拿不着。我们别去说好了。行，这波人走了，我明天雇新人。哎，一条龙服务，给整全套的。姚大强，现在人人都拍视频呀、发微博什么的啊，我来也给你曝曝光。他就是个闹事分子。要干什么？别动，别动，别动！进。唐主任。宋主任，什么事啊？不会是又为了病床的事吧？啊，不是，病床的事已经解决了。我找你呢，就是想谈谈江百烈和他这次收的病人。江百烈由于个人的原因，对这次收的病人格外上心，我是担心的。如果决定不能手术了，江百烈会受不了。要不要给齐壮换个管州医生？宋主任，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要注意对江百烈的培养。我觉得你得加强对江百烈的培养。
你不会又要跟我说不用我管吧？不是那意思，我的意思是，对，弯路尽量要少走，但是有一些路还是需要他自己去趟一趟，明白我意思吗？就是太残忍了点。我们这个职业本来就是个残忍的职业。今天真的忙忘了，停电。没事吧？我那水龙头有点坏了啊。需要帮忙吗？啊，不用，马上就好了，马上就好了。嗯，好，修好了。啊，来，暖暖手。啊，谢谢。其实我一直有件事想跟你说。什么事儿？那个手套不是我买的，是你妈妈给你的。你说你怎么知道我一到冬天手脚冰凉的？不过这件事上，我希望你不要劝我。我没想劝。他跟我说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一件事儿。想什么？要是我能早点认识你就好了，我就能看到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唐，在你8岁那年，陪你度过所有的难关。那时候我有不开心的事儿就可以跟你说了。嗯。几点？不是这大半夜的，你要吓死谁啊？这至于吗？就吓死你了，就吓死你了。哎呀，你懂什么呀？这叫生活品质，生活品质。我跟你说吧，我自从贴上了这个之后，我觉得我整天就容光焕发的，我的皱纹好像都没有了。美琪给我的，哎，你要不要试试？哎呀，这是美琪给我的，你看你能不能有点自知之明？啊，就你这张老脸，你再怎么做面膜，再怎么减肥，你跟那柜姐站在一块儿，你还是像他爸。他就是想卖你东西赚你的钱，那么清醒。我就愿意让他赚我钱，我就是想买的东西，我就想着赚我钱，怎么了？不行啊，不行啊！这好不容易谈个恋爱，你瞧瞧你们这一个个都怎么了？就那么看不惯我们现在这样，有完没完啊？要不你怎么说我都可以，但你不许这么说我们家美琪。你把刚才那句话给我收回来。我不，你天天装疯卖傻的，我早看烦了。要不，你们怎么都这样啊？我宁愿跟曹主任挤在一起，我听他打呼噜。哼，我也不愿意跟你同在一片屋檐下。哎呀，就跟我愿意似的，懒得管你。怎么样？心绞痛，硝酸甘油不能缓解。去亲亲吧，静脉给药。再拼一点，再拼一点。总得有个理由吧？我觉得我可不能跟这么一个每天就知道嫉妒的人合作。
我嫉妒你，我一个独身主义者，我嫉妒你，我就同情你，你个恋爱脑，恋爱脑。廖小波，虽然我比你大几岁，但是我可一点都不怕你。你想打架是怎么着？怎么着？你还要打我呀？啊，走啊，试试啊，反正你那假牙该换了，走啊，走。那个厉害了，你试试，走走，给我坐下，干什么呢？两个人加一起几岁了，还打架，让人家笑话吗？我告诉你们啊，谁先动手，开除重病组。你们俩什么意思啊？从今以后不能同台手术了是吧？这种情况必须尽快做搭桥才行。现在只能是勉强缓解，但这个病人的心脏活跃。七成心肌核素的结果。我去找下主任。哎，百烈，主任，七成老大爷又突发心梗，调治他的心肌核素，情况不太好。您再想想，还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再救救他呀？那白烈，跟我来办公室。主任，你有什么好的方案吗？白烈，坐。7号病床，陈旧性的心梗已经造成大面积的梗死，再加上今天新发的心梗，他已经不具备搭桥的手术指征了。这么严重的冠心病，其实只有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心脏移植。可是他这个年纪，对，他这个年纪，三无人员又疑似阿尔茨海默病，这3点叠加在一起，可能排到供体的希望微乎其微。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心脏支撑不了多久。但我昨天给他用药以后，我觉得他恢复的还挺快的。主任，你肯定还有别的办法，对吗？就像以前一样，每次来一个大的反转。百烈，你还年轻，经验少。昨天我看了超声的结果，已经救不了了。您既然知道救不了他，你为什么还要让我去负责他？因为王雪纯的事情，你辞职了。能够在心脏上做手术，让心脏停跳，再让心脏复跳，经常会给我们一种错觉，心外科大夫没有救不了的病人。但其实现实是，我们能救的病人太有限了。救活病人的时候，我们能收获双倍的喜悦；失去病人的时候，我们收获的也是双倍的愧疚和挫败。所以遇到这样的事情，你才会有那么大的反应，辞职，甚至要放弃外科。我知道是我的错，因为我给你漏掉了一堂课。什么课？关于死亡的课。确切的说，是如何面对病人的死亡。那一天，我看到这个老人出现的时候，又看到你对这个病例这么感兴趣，我就知道，是时候了。可他是个活生生的人，用他的生命去教会我成长，这太残忍了吧？百烈，我们医生每一次成长跟每一次进步，都是来自于病人。如果这一次他能教会你，那么下一次你在遇到同样的挫折的时候，才会更理智的面对。现在摆在你面前有2个选择：第一，把他送回救助站；第二，让他继续留在医院治疗。你考虑一下。那不都是等死吗？ 可是死也有不同的死法。
好好考虑一下。你为什么把我赶出来？这2天我也在反思，但是怎么想，我觉得我们俩也跟离婚扯不上，而且正好相反，我觉得我们的婚姻令人羡慕。羡慕什么？羡慕我们彼此支持。你是想说，别人羡慕我能做副院长夫人，未来有可能更上一层楼吧？那不是吗？你过得还不好吗？吃穿不愁，要啥有啥，而且我从来没出过轨，在这一点上算是模范丈夫了吧？我还不够爱你吗？是，我忙，我不顾家，但我所做的一切不都是为了这个家吗？你别这么看着我，你说说话呀！你这么不说话，让我害怕。这是什么2年前，我患上抑郁症的诊断证明。其实我已经不开心很久了。我们结婚的时候是说过，我要是生了孩子就辞职。可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只要我能当一个好母亲、好妻子就足够了。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突然发现，我已经把自己丢了。如果婚姻里永远都是我一个人带孩子，去老公同学的饭局连话都不能随便说，只剩下刘太太或者副院长夫人的身份，我不想留在这个婚姻里了。患上抑郁症半年，我一直都在吃药。你是医生，你从来都没有发现过我吃的不是维生素。刘峰，我不知道我们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是不是应该离婚？但是有一点我可以确定，我们2个人不能再像现在这样过下去了。我把他叫来了，一会儿我就躲到外面，然后你就问他，你说是不是非要赢我？只要他承认，我就冲进来，当面戳破他。我不问，我可不想卷进来。我问这种问题多尴尬啊！我知道，但是你不问就得我自己问，可是我不想自己问，所以只能牺牲你了。那就不能谁都不问吗？反正你也说了，他不可能喜欢你，你也不会喜欢他，那你为什么一定要知道这个答案呢？因为我要是不戳破他的话，他就赢了。所以啊，我真的很想弄清楚答案，只能靠你了。那我这么尴尬，我图什么呀？有什么好处啊？要不然你3个月不要抽查我们心脏中心的卫生？不行。1个月也不行。无偿啊？那我为什么要跟你问这种尴尬的事儿啊？你自己说。为了友谊。你笑得出来？常主任啊，王工啊，欧阳处长找我有事儿。不是，我找你。你哦，唐主任，你是想问我这个心脏的进度是吧？现在还在做最后的磨损度测试，很快。啊，不是，我不是想问你这个。啊，那是想问我什么？我想问你为什么总是针对欧阳处长？你们俩这样有意思吗？图什么？唐主任，你我知道我可能不太应该问这个问题哈，我问挺奇怪的，但是你只需要回答就好了，好吧？抓紧时间，我课室还有事儿。3分钟够了吗？3分钟。
有意思。什么有意思啊？我觉得跟欧阳处长针锋相对很有意思，是我从小活到这么大，除了上学、考试、念书、搞科研以外，最有意思的事儿。我也觉得很奇怪，我见着他我就想跟他掐，一见不着吧，我还挺想他。王海明啊，你不会是喜欢欧阳吧？还有你刚才问我的第一个问题，你说为什么总要跟他争输赢？主要欧阳这个人，他嘴太损了，他很容易就激起我的胜负欲啊。但是现在这个也已经变化了。现在变成什么样了？虽然我还是想赢，但是我不舍得让他输。你笑什么？我怎么这么笨呢？他跟你想的一样啊！什么？谁跟我想的一样？他是谁你们自己的事情你们自己去讨论啊！我真的没有时间，我回科室。哎，反正你们两个是一样的笨。我笨吗？谁叫我来的？我是来干什么的？我在这儿。白练，我想好了，如果您同意的话，我想留7床继续住院。白练，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知道，可是他身边一个人也没有，我不想他孤零零的走。进。主任，你找我？把门关上。坐。廖晓波，你怎么回事？我们征兵组一共6个人，你们2个闹水火不容，很难办的。没事儿，主任，我就是怕他上当受骗。你怎么知道人家就一定上当受骗呢？不是，主任，你看啊，他们俩年纪差距这么大，老秦又一身坏毛病，这姑娘图他什么呀？不是骗他是什么呀？我就是不想看他傻了吧唧的上当，我就说了他几句，他还当真了。我看你是不是怕他谈恋爱以后就没有时间像从前那样跟你出去厮混了？我才不跟他混呢！说实话。是。不是，主任，你又不是不知道，他都离了3次婚了，他居然还不明白，爱情这玩意儿很玄乎的，跟爱情比，友情可靠的多。这老家伙居然还不明白。出去吧。爷爷，爷爷，是我。孙子回来了。啊，我回来了，爷爷，我来看您来了。我好想你啊！我去国外读书了，毕业了，回来了，以后再也不走了啊！我都陪着你，成吗？好孙子啊！王主任，叶主任，我想好了，我失去过很多人，我爸赵吉安，
我发现，可能是我越爱的人，最终都会离开我，无一例外。所以我真的害怕了。我能理解你，可我不会，我不会离开你。所以我们还是做朋友吧，谁都不会离开谁。我不愿意，我不愿意和你做朋友。大家都过来一下，听我说两句。哎，明天呢就是除夕了，按照医院的老规矩，择期手术顺延到年后，能出院的都办理出院。一是让病人回家过个年，二是医护人员也能休几天。但是你们都懂的，生老病死可不会绕过春节的，所以可能会举办。经过3个月的故障排查，没有一台样机发生过问题。我现在可以非常确切的告诉大家，我们可以进入动物实验阶段了。王海明啊，你之前是过分自信，这次又过分小心。如果人外医院比我们快，我都算你头上了。王公，你可真是凭一己之力，生生的将动物实验推迟了3个月。比起快，稳定性好更重要。我认为这3个月不叫浪费时间。哎呀，既然都这么说了，那我们就暂时定年后吧。年后做第1例动物试验怎么样？没问题。跟护源的合同还有一些后续的协议要签。协议的事别跟我聊，去跟医务处聊。有人比我们会讨价还价，是吧，欧阳处长？知道了。我去跟他谈一下啊。哎，主任，这王工和欧阳处长一向不对付，他俩一块合作会吵起来。放心吧，我觉得今后都不会。哦，对了，那个老秦让我跟你请个假。他为什么请假？老秦8成被他的小女友卖到山里挖煤去了。主任，问你人找你。哎，徐蜜，唐医生，是哪儿不舒服吗？上次复查的时候结果都挺好的。我不是为了复查来的，之前啊在医院拍的照片我洗出来了，想作为礼物送给你。谢谢你给了我一颗健康的心脏。确切的说，应该是我拿走了你的心脏。拍得很好。喂，叶主任，离他预产期不是还有1个月吗？好，我马上过来。协议的事情，护源那边怎么说？我一会儿把会议记录发给你。为什么是一会儿，不能现在吗？因为现在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什么事儿？还有比协议更重要的事儿吗？我爸。他加我微信好友了，这都是他跟我聊的。他说他知道我是你男朋友的事儿啊，然后比较关心我们2个人相处的好不好。哦，他还问我有没有时间，说过年的时候可以去你们家过年。小尔吗？叶主任，姐，你来了。佳玉，这是我老公李辉，你们还没见过啊？你好。情况怎么样？昨天晚上开始宫缩的，用了药，想让胎儿在子宫里多待几天，但现在看来，今天肯定要出来。昨天晚上为什么现在才说？为什么不让说的？叶主任说你昨晚有手术，你又不是妇产科医生，妈说不如让你好好休息，是吧，妈？看一下胎心吧。
因为没有到遗传期，所以胎儿的心脏还是很严重。还有什么办法？具体的情况还要等孩子出生之后才能确定。孩子出生后需要尽快手术。你放心，已经和新生儿科和介乳科都说过了，孩子出生马上会诊。你怎么来了？吕潇说给产妇打了无痛，我来看看情况。如果有什么情况，随时通知我，我回科里了。哎，等一下，你不在产房外面等着？徐江月马上进产房了。他有家属陪他，他自己也说了，我不是妇产科。行啊，还是那么冷血啊。还有你，我什么呀我？无痛分娩，我们科室叫人从来的都主治医，什么时候麻烦过叶大主任啊？就徐江月特殊，就因为她是唐主任的妹妹。你的意思是说我不应该来，应该换吕潇来，是不是？开玩笑的，有主任当然用主任啦。正式通知你一下啊，明天回家里吃年夜饭啊。喂，刘峰。我跟周林谈过了。你说什么？抑郁症？我真没想到，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可是我现在没有时间说这个，我手上有个很重要的病人，晚一点再说，好吧？你说这都快过年了啊，病人少了，也没什么手术了，要是天天这样，可就好喽。天天没手术，你不难受啊？老崔，你怎么来了？咋了这是？哎，老崔，你今天不是？不要问我为什么请了假，又为什么来上班这种无聊透顶、荒唐至极的问题。哎，咋了？叔，你今天没穿你那件爱心羊绒衫呢？别给我提这羊绒衫，以后再也别提了啊！我就告诉你们吧，要不然你们这群爱打听八卦的早晚也得知道，我现在又恢复单身贵族了。别幸灾乐祸。我懒得管你。单身贵族，你跟我们说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呀？不光是骗了我的感情，还怎么着你了？还骗了我的钱。叔，咱客观的说，你也不能算骗。他们家衣服还不错，你就当做是消费了嘛。不光是几件衣服的事儿，还有别的。别的还有啊？老钱，你还剩什么呀？哦，这么多。别动，别动坏了。这都是高科技产品，很金贵的，5800一台呢。但是买10台可以送2台，如果亲戚朋友要想要的话，还可以适当的打个折。哎，这个美琪呀，表面上看她是个柜姐，其实她是个挺好的微商。哎，老秦，这东西这么贵，有什么作用啊？失眠、健忘，体虚、肾虚、肾弱，尤其是对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有特殊的疗效。对冠心病，人呢？都不在。哎，你们去哪儿了？主任，老秦这柜姐太坑人了，老秦也不容易，还真下得去手。主任，我们刚才上了一堂生动的防诈骗课，伤害不大，误入性技巧。这是主任，你用按摩仪吗？能治疗糖尿病和冠心病的那种。主任，我好像又失恋了。我觉得咱们组婚姻最幸福的，那就是周达了。节哀吧，秦大中。好像说的有道理啊。我们组婚姻最幸福的应该就是周达了，倒是个很好的例子。主任，即便是我婚姻特别幸福，你也别那样看着我，我心里发怵。坐下吧。我是想说，徐江月早产的事儿，
我刚才去看了一下，肚子里的胎儿胎心发育，并没有我们预期的好。那这个孩子真是命运多舛啊！所以我认为还是需要手术的，只是现在还没有确定术式，希望球囊介入就能解决。这是新生儿主动脉瓣狭窄的首选术式。我就是提前给你们打个招呼啊，别到时候我要手术找不到你们人。你们放心吧，主任。婚姻幸福了，到我办公室来一下。爸爸怎么知道王海明的微信？还不是趁我睡觉啦？他从我手机里找出来的。这个老头子摊子大得很嘞。要不然今天就跟他讲了吧，这事也瞒不住了呀。要叫你去讲哦，我可不敢讲。我要是讲了，你爸爸、奶奶、姑姑能让我安生吗？我不敢说，那怎么办呀？先不要着急，不然你可以让小王先给他回个微信，啊，就讲嘛，这个他家里有事情来不了了，好吧？然后等到过完年，我们慢慢的给爸爸讲，他有高血压的呀。这倒是个办法。那我不跟你说了啊，先挂了。进来。你怎么来了？我发你的资料，你看了没啊？我还没来得及。啊？这太不像你了，你平时工作的事都那么积极的。还不是因为我爸的事儿。那个王海苗，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我就知道。没问题，我们是同事嘛，对吧？本着这个互助互利的原则，我就再帮你一次，做一回你的男朋友。你不就是想让我做男朋友陪你回家过年吗？哎呀，那个其实我行了行了，你就不用说了，大家都是这个年纪的人，都明白的，对吧？在家里被家里人催婚，我懂的。我正好也不想回家过年，家里亲戚太多，在耳边唠唠叨叨，烦都烦死了。这样，我今年就跟你回家过年，好吗？但是有一个事儿，咱们提前沟通一下啊。这个一路上你得对我态度好一点。你不能像以前那样，我也要面子的。好，徐江月，刚才已经做得很好了，现在听我的啊，全神贯注的深吸一口气，把气吸进去啊，然后再全神贯注的向下用力，来试一下，气先吸进去，吸足，好的，往下使劲儿，徐江月。好的，非常好啊！是个男婴，34周的早产，体重12.2公斤，新生儿的评分是5分，婴儿现在已经在新生儿病房了。检查的结果大家应该已经看过了吧？接下来就看心外怎么决定了。龙向东，新生儿的左心虽然得到一定发育，但是有微重度的主动脉瓣狭窄，现在已经给了前列蒂尔。维持主动脉导管的开放，用右心室支持体循环，但是呢，还是有猝死的可能。我认为需要尽快手术，首选是介入球囊。虽然这是姑息的疗法，但是会有改善，而且这样做为今后的手术打下基础。孩子现在身体代谢紊乱，耐受不了手术，能活下来已经很不错了。麻醉这边也有问题。得过了今晚，看明天的情况。我也是这个意思，看今晚能不能熬过去吧。要不我去找家属谈吧。上次徐江月住院的时候就是我管着。不用你去，我去，我亲自跟他们说。对的，我先走啊，我不吃。放心吧。如果能熬过今晚，明天麻醉不会有问题吧？现在没有办法推测。以你个人经验来看呢，我想心里有个数。是，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来看呢，现在就是无法推测，得看明天的情况。不用，徐叔他们呢？
李辉情绪快崩溃了，学叔带他出去透透气，顺便吃口东西。他们已经1天没吃东西了，你吃不吃？不用了。慧晨，结果你先不要动，你刚生完孩子，躺好。那我是等他们回来再说，还是？我等不了，说吧，我能承受。早产的胎儿身体本来就弱，再加上他之前心脏的问题，他现在身体代谢功能特别紊乱，身体的情况很差，所以没有办法耐受手术。只要能够熬过今晚，明天身体一有好转，就可以手术。好好休息吧。佳宇，这孩子就拜托你了。他是我的病人，我本来就应该对他负责，不用你盯着我。进。刘烨，找我有事吗？我没事儿，是我们唐主任叫我过来的。他说让我跟您传授一下这个幸福婚姻的秘诀。说说吧。那刘烨，那我就浅谈一下。其实吧，这个婚姻幸福啊，就俩字儿：平等。夫妻付出的感情平等，大家承担的义务平等。妻子生孩子这事儿，对吧？辛辛苦苦怀胎10月，经历各种的生理不适，生完孩子以后，如果孩子由丈夫抚养，那叫平等。你负责生，我负责养，一人一半。那现实呢，恰好相反。丈夫下班回来以后，带着孩子去小区里边溜达一圈，街坊邻里看了以后说：“你看看，哎呀，这好丈夫啊！”老婆呢，每天累死累活工作1天，对吧？然后人家还怎么说呢？说你看啊，这家庭主妇，花着男人的钱，什么事儿都不干，真是悠哉。就是这么个情况，夫妻2个人天天见面，对方过得好不好，不可能不知道。要是真不知道，那也是装不知道。你说的还挺有道理。你怎么对这些这么清楚啊？刘烨，我不怎么上手术，基本上都在病房里看病人，这事儿你应该大概听说过吧？我也奇怪，你说，别的外科医生啊，都是削尖了脑袋要进手术室，你怎么是个例外呢？我也不算例外，我以前也是往手术室里钻，就是在我老婆怀孕生了孩子以后，她得了很严重的产后抑郁症。我看到她那么痛苦，我那时候就在想，就算我努力的评上了主任的职称，可是我身边最亲的人过得不幸福，我能算得上成功吗？我配做她的丈夫吗？我有脸跟我的女儿说我是一个好爸爸吗？就是这些问题，在我想明白以后，我就跟我老婆说，我说我帮你看孩子，我陪你去看病，这孩子是重要，但是你更重要。咱俩以后啊，就每个人实现一半的人生理想，不能让一个人牺牲全部去成全另一个人。所以，有的时候我尽可能的按时的上下班，挤出时间去照顾孩子。有的时候看到我的同事取得了成绩，说实话，真的很羡慕。但是只要我一回家，看到我老婆孩子的笑脸，我就想，名利算什么？这2个女人对我才是最重要的。那你们注意安全啊！何龙，209床的情况不错，给他开出院了。啊，心里有事儿。我未婚妻父母
他们订了邮轮7日游，让我今年别陪他们过年了。但我就是觉得有点……哎，你瞧啊，人家老人现在都试着准备要跳脱，某些人是不是也可以跳脱？老崔，要不陪我值班吧？今天和明天。明天可是除夕，反正我也是一个人吧。行。主任，你还不下班呀？啊，我今天不回去，我担心那个早产儿晚上有什么事儿。那我先走了，今天小鹏值班，要是忙不过来，你就给我。唐主任，那个主动脉狭窄的早产儿有什么异样吗？没有。你去忙吧，我看着他。好。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现在应该好好休息。没事儿，又不是剖腹产，能走路，我就想来看看孩子。你先回去吧，有什么情况我还让别人通知你的。那你能陪我说说话吗？我现在才明白，做母亲是什么感觉，所以我更同情她。她是谁？尤海丽。你不用同情她，她过得挺好的。姐，这些年她是怎么过来的，你根本不知道。我没有那么幸运，因为我不像你，她没有那么多时间来陪我。她想永远瞒着你，但是今天我必须要告诉你真相。如果你不知道，你会继续伤她的心。她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你一直耿耿于怀，你爸去世1年后，她就改嫁了。你以为她看上的是我爸的钱，对吧？你爸去世以后，你爷爷奶奶在干嘛？我爸葬礼的时候他们没来，后来搬到我大伯那儿去了。他们没来葬礼，是因为你爷爷知道儿子去世，脑出血中风了，送到医院做手术，然后住 ICU， 花了不少钱，一大半都是尤海丽出的。那时候你奶奶劝他，说还是把钱留着，给你们娘俩以后用。但是他说，如果他不尽力，你爸在天上会怪他的。后来爷爷瘫痪，没办法，只能送去养老院。但是大伯只拿得出1半的钱，于是尤海丽又承担了另外1半，这样下来他就背了不少债。可是我爸走之前留了好多钱给我们，我上大学所有花的钱都是我爸留的，他怎么会欠很多债呢？你爸爸是中学老师，能有多少积蓄？所谓你爸留下的那笔钱，也是尤海丽骗你的，为了让你不觉得寄人篱下。你好好想想，你爸去世后的那1年，你们的生活真的衣食无忧吗？妈，我想要这本，我会看啊。便宜点。行，202本。妈，你怎么不点面？你不饿吗？我早上吃撑的，到现在还饱饱的呢。你吃。
要维持你以前的生活水准，要补贴爷爷的开销，还要还以前欠下的债。只靠他一个人的工资怎么可能够啊？那段时间他过得非常拮据。我爸提出来帮他还债，帮他一起抚养你，他拒绝了。我爸又说，我给你女儿提供最好的大学，在我的经济能力范围之内给她最好的生活。刘海丽只考虑了几分钟就答应了。你连结婚都只是发了一个电子邮件，发了一张婚礼合影。他太想你了，一定要去看看你才放心。姐姐，我知道这些年你自己心里很痛苦，我知道你不好过，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年你是失去了父亲，她也失去了丈夫啊。可是她不能崩溃，她要保护你，她要保护她的女儿。这些年一直是她在为你遮风挡雨。可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他都不把这些告诉我呀？如果告诉你，你还能那么任性的长大吗？你还能心安理得的离开家吗？你知道吗？连你不接电话，他都替你找好了理由。他说，这样也好，佳宇走得越远，就越能把小时候的不如意都忘了。我问他，那姐姐把你也忘了怎么办？他哭了，然后又说，反正她不是一个好母亲。谢谢你，张远，谢谢你告诉我这些。孩子情况不好了，怎么办？杨广和度掉的太快了，上埃克莫。好，快。埃克莫到了吗？我去看看，要快。来了，情况怎么样了？孩子现在情况很稳定，准备可以手术了。谢谢姐姐。麻醉完毕。胸囊扩张以后，孩子的左心可以支持体循环了，应该再过个几年还要经历2次或者3次手术，所以你们的战争才刚刚开始，要做好心理准备。我们有，谢谢你，唐医生。瞎叫什么呢？这是你姐。哦，对不起，谢谢姐。那赶紧告诉江月吧，她一定很着急了。
佳玉，谢谢你。快点，佳玉，你熬了一晚上了，真是太辛苦了。你好好回去睡一大觉啊！你放心，我不会再打扰你了。我走了，妈。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告诉我？江月跟我说了，他的话你别太往心里去。妈没事的，真的。慧茹长大了，你没有必要再那么强撑了。我不需要你保护我，我能保护我自己。我也能保护你。我不想让你再受委屈。就算你长大了，在妈眼里，你永远是个孩子。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妈从来没有怪过你，真的。一老，有句话，妈一直想跟你说，在生活中啊，抓住幸福比承受痛苦更需要勇气。你从小到大受过很多挫折，可是你不要因为受过挫折就失去了抓住幸福的勇气。你应该勇敢的去抓住幸福，不要错过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人。叶主任，唐主任，我找叶一鸣，他去手术室了，处理点事情。啊，那我去手术室找他。等一下，你确定吗？我确定。你真的确定可以和叶一鸣走到底？我一定会努力的。唐主任，努力不是靠嘴巴说的。我们俩都是经历过婚姻的人，我就直接说了，你们两个都是事业型的。坦白的说，我真的很难想象你们将来真的有了家庭之后会是什么样子。你是希望我弟放弃事业来成就你，还是你能放弃事业？你在手术台上真的很优秀，但是你面对生活，面对你们两个人将来的家庭，你真的有底气吗？当然，如果你真的想好了，我们叶家的大门随时向你敞开。哎，小王啊，你第一次到我家来，不要客气的。好，来喝一杯。好好好。哎，来，吃啊！不要客气。哎，黄酒没有度数的呀！啊，小王，侬要好好对我们家泽泽，要不然的话，我们大家都饶不得你哦。哎，对。来，好，干！哎，干！多吃点菜呀！啊，小王啊，来吃点。来，侬不要讲，坐下。哇，姐姐不一样了嘛！哎呦喂，大家看啊，我们囡囡啊，
开始心疼女婿了。哎，妈妈，你看啊，你孙女胳膊肘往外拐了。管得好。哎呀，来，吃。好好好，哎，多吃点啊，多吃点。哎，好。哎，董大夫，这几张单子需要您签一下字。我现在要出去一趟。今天晚上就您一个人值班。看电视呢，聊会儿天啊。这你这叛徒儿子有什么好聊的？您就别跟我赌气了。过完今年就4年了，你明明知道我是为了你好，啊？你儿子，你要是能让我吃上一顿靠谱的年夜饭，还不能让你妈知道是我的主意，那我就原谅你。包在我身上。哎，我要3万，3万有没有？哎呦，你看，哇，嘿嘿，服了，哎，服了，可以的嘛，可以就是人家菜真好吃。是吗？人家人也挺好。那是你对他们不了解。他们像你，你最好。来，快一点！太厉害了哦！他们现在没看我们，不用装。没有的。出这个。要吧？要不要？一说，哦。哎，服了！哎，又服了！然后就说我们今天调剂特别的好啊！哎呀，对不住了啊，对不住。呀，儿子，这仗打得不错啊！还行吧，还行。妈帮你做鱼吧。妈，那个您就按那个网上查那个松鼠桂鱼那么做就行了啊。哎，你说咱是不是经常被一鸣这小子耍，咱自己还不知道啊？我觉得估计没少被忽悠，咱以后必须得提高警惕啊！说的有道理。妹妹，今天不是值班吗？怎么突然跑来了？我在医院待着就很想你，所以就过来了。那你吃饭了没啊？穿这么少，不冷啊？妹妹，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哎，对了，你这跑出来，谁替你领班呀？主任。又剩下一大桌子饭。姐，你怎么来了？
我去你家找你了，然后发现你不在，一想你肯定就在医院了。怎么着？就打算一个人这么过年？我觉得这挺好的呀。刚才我在妇产科还吃了我妈包的饺子，这样过年我已经觉得挺圆满的。啊，你吃晚饭了吗？啊，我吃过了。好，那吃点零食。啊，嗯。我愿意。你说什么？我说，哎，叶一鸣，听说你要出国进修1年，这事真的假的？真的。这犹如晴天霹雳呀！什么晴天霹雳？那唐佳瑜他知道？我和唐主任，我们俩只是朋友。好，朋友。那我再重新问你一遍，你的朋友唐佳瑜他知道你要出国这事？我说你这人，你怎么这么八卦呀？到底知不知道啊？